澎湃新闻消息，近日，山东济南市一名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称，自己是山东省首批援鄂医务人员。8月份，济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1063人。对于包括他在内的济南40多名合同制援鄂医务人员，在转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方面，未见政策上有倾斜。就此，10月7日下午，济南市卫健委答复称，该网友提出的针对编外医务人员直接转为编制内的要求，目前济南市尚无相应政策。今年3月下发的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聚焦一线贯彻落实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措施的通知中，并未提及针对编外援鄂医务人员入编的措施。针对援鄂一线合同制医务人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地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做法不一，有的城市开辟绿色通道，定向招聘援鄂一线合同制医务人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的城市并未提及关于入编问题，也有其他省份援鄂医务人员希望得到解决。广州日报消息，9岁的绍兴小男孩强强，从今年疫情期间起，家人发现他经常会揉搓眼睛。去医院检查后显示右眼视力下降，但没发现其他症状，只是配了一些眼药水，家里人也就当作一般现象来看待，要求强强少看电视手机。然而今年8月底的家庭聚会中，强强爸妈发现强强的右眼看不见了，一检查没想到竟然是右眼进了寄生虫。医生解释道，狗是弓蛔虫的天然宿主，如果狗被感染弓蛔虫，其粪便内会有弓蛔虫卵，人如果接触到并且没有及时洗手就吃东西，就有很大风险感染上弓蛔虫病。而强强邻居家的一条贵宾狗生了小狗后寄养在他们家，强强非常喜欢，经常抱着小狗玩。几天后，医生为强强的右眼实施了手术，他的右眼视力已经有所恢复。医生提醒，孩子接触猫狗后一定要及时洗手消毒，也要及时处理猫狗的粪便，不可随意丢弃，造成污染。北晚新视觉网消息，10月7日，据媒体报道，广东东莞医院内一孩子突发抽搐，情况紧急，等不及电梯，机动队员抱起孩子狂奔6楼。到达后，他轻轻放下孩子，待医生看诊，确定孩子没事后，转身默默离开。网友：你奔跑的样子真帅。上游新闻消息，10月8日，上游新闻记者从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官方获悉，10月6日下午，该县天堂寨镇境内发生一起车祸，一辆棕色小型车辆冲断护栏后坠河，车上2男1女身亡，其中女子为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倪某，男子李某为青山区人大干部，另一名男子邹某为企业家。网传信息称，青山区副区长倪某等一行3人在安徽省金寨县天堂寨自驾旅游途中遭遇意外身亡。10月7日，安徽应急管理厅官网发布消息称，10月6日14时58分许，六安市金寨县天堂寨镇马石村3岔路口向南约500米处，一辆车冲撞护栏后坠落河中，车内2男1女被民警救出，经120急救人员现场抢救多时后宣布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华社消息，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8日通报称，当地一在建工地发生坍塌，致7人死亡。据陆河县方面通报，8日10时50分许，陆河县水纯镇一在建工地天面构架浇筑时模板支撑发生坍塌事故，当地随后组织成立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现场救援。事故造成9人伤亡，其中7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重伤，1人轻伤。事故发生后，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要求当地做好伤员救治和事故调查善后工作。目前，事故后续处置及调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界面新闻消息，10月7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基发布华为面对美国禁令对策之预测与潜在影响分析研究报告。郭明基称，通过对华为对美国禁令的潜在对策做全面性情境分析，其中一个最有可能发生情境为华为出售荣耀手机业务。若华为出售荣耀手机业务，对荣耀品牌、供货商与中国电子业是多赢局面。国家卫健委消息，10月7日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1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上海5例，四川3例，浙江1例，福建1例，陕西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0月7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5500例，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5712例。成都商报消息，2020年9月30日深夜，江西九江市庐山市坡湖村谭家垄村民谭东林、谭腊元及其妻子于祥梅3人乘塑料小船前去鄱阳湖收网，行至湖中，小船漏水，致谭东林、谭腊元2人溺亡。谭腊元妻子被渔政执法工作人员救起。渔船打捞上岸后，死者家属发现渔船侧身有一处宽16厘米、高20厘米的豁口。家属称，3人乘船下湖时并未发现船身有豁口，质疑执法队员当时将船身割了2条缝未告知，也未将船只没收或销毁处理，从而导致此次事故。据死者家属提供的协议书显示，10月2日，庐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分别与谭腊元、谭东林家属签订协议，庐山市渔政执法大队出于人道意愿，对2人近亲属予以补偿，每人赔偿30万元人民币。死者家属称，目前确已收到赔偿金，但他们认为目前割船的工作人员未受到任何处理，他们要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庐山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对方违反规定下湖捕捞，相关执法人员确实割了船，船身割了那么大一个口子，还被他们开出去。该负责人表示，现在事故调查结论已经出来，以政府公布的为准。家庭科学报道，家用的筷子是我们每天都要入口的东西，要特别注意干净卫生才行。如果出现以下变化，别犹豫，赶紧扔掉，保准没错。如果筷子表面出现斑点，这时拿洗洁精洗、热水烫、钢丝球刷都没有用，换新是唯一正确的办法。如果筷子出现变形、明显凹槽，也必须进行更换，因为这样的筷子更容易滋生微生物，也不方便夹菜，不要再继续使用。建议家里常用的筷子选择竹筷、木筷为宜，每到3个月，最长6个月时间就要更换一次。使用时间过长的筷子往往已经无法清洗干净，长期使用对身体健康是不太好的。趁着过节期间，赶紧给家里更换一批新筷子吧。辉县发布消息称，2020年10月6日17时许，河南省辉县市高庄乡宋庄村路段发生一起因轻型农用货车制动失灵导致的交通事故，事故造成2人当场死亡，4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肇事司机及5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事拘留，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中国新闻网消息，河南省濮阳市警方8日对外通报称，今年国庆、中秋假期期间，该市一男子拦截婚车索要钱财涉嫌违法，被当地警方抓获。通报称，濮阳市公安局华龙区分局建设路派出所接举报称，有人在濮阳市城区经开大道与古城路交叉口一带，以拦截婚车方式索要钱财。接报警后，该派出所立即对该案立案调查。经查，该案嫌疑人系高某某，男，34岁，濮阳县鲁河乡人。2018年曾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于今年10月2日、4日在城区内多次拦婚车索要钱财，其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目前，当地警方已将嫌疑人高某某抓获，并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办理。濮阳警方表示，鉴于多数受害人没有报案，希望被高某某敲诈勒索钱财的当事人、近亲属和知情人积极向公安机关举报，提供线索。同时提醒广大群众遇到类似案件及时报警，以利于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此前，该男子被曝跪地拦婚车，不给够数就一直叫爸爸。中国青年网消息，当地时间10月7日，在一场名为恩瓦伦西亚世界纪录日的活动中，乌干达24岁长跑天才切普盖特以26分11秒00打破男子10000米世界纪录。同时，埃塞俄比亚的吉迪以14分06秒62创造了女子5000米新的世界纪录。此前，男子场地10000米世界纪录是由贝克勒2005年在国际田联黄金联赛布鲁塞尔站创造的，成绩为26分17秒53。
乌干达长跑名将切普盖特将保持了长达15年之久的纪录提升了6秒左右。齐鲁晚报报道，最近有济南热心市民拍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一名年轻小姑娘清晰地用汉语和英语写下了自己的困难，以此来求助乞讨。为了了解情况，5号上午，记者也来到了全程路调查。附近保安表示，最近晚上确实有一位用如此方式求助的女孩，这边用汉语写的，下面用英语写的，写完她自己就背过去生字，内容我没看。一个大学生好像就是求助啊，不少人觉得可怜，给他30、50的，给的也不少。记者在全程路附近看到，路边也有乞讨者，他们中多半年纪偏大，但没有找到这位用英文乞讨的姑娘。半岛晨报报道，2020年9月27号，在长沙飞往北京的航班上，35岁的男子张某见邻座靠窗女子面容姣好，借着帮女子捡耳机之名，将手放在了女子的大腿上。女子因为害怕，并没有剧烈反抗，只是往窗户一侧进行蜷缩，并换了个坐姿。有了这一次的试探后，张某更加猖狂，又假借邀请女子看电影之名，一边和女子搭讪，一边将手隔着裙子放在女子的大腿上，并有轻微抚摸动作，直到飞机落地，过程长达90分钟。飞机落地后，女子向北京机场警方报警。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警立刻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连夜到张某家中对其进行传唤。通过彻夜工作，张某对自己的猥亵行为供认不讳。张某表示，自己第一次将手放在女子大腿上时，看到对方没有剧烈反抗，就一时鬼迷心窍，产生了非分之想。最终，首都机场公安局对该男子处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日下午，英国埃塞克斯郡老贝利法庭开始就去年10月该郡一工业园区集装箱货车发现39名越南非法移民死亡的惨案进行庭审。当天接受庭审的嫌疑人是4名男子，23岁的货车司机北爱尔兰人伊蒙·哈里森和43岁的埃里克斯，当地人格奥尔基尼卡分别被控39项杀人罪。此外，他们2人与来自伯明翰的37岁男子瓦伦丁·卡洛塔和24岁北爱尔兰人克里斯托弗·肯尼迪共同面临自2018年5月12日到2019年10月24日期间串谋协助非法移民的指控。此前，尼卡已经对串谋协助非法移民的指控认罪，但他与其他3名嫌疑人均拒绝接受其他指控。封面新闻消息，10月8日，一份疑似辱骂游客的手鼓店员红衣姐道歉信出现在网上。记者向当事游客求证后得知，此文确为昨天凌晨近4点时红衣姐所做的一个回复，但尚未正式公开。该回复中提到，被拍的视频放到网络上后，没想到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我很害怕，甚至不知道怎么来面对家人、面对公众、面对未来的生活，但逃避不是办法。现在我要勇敢地站出来，向大家说声对不起。10月5日，云南大理游客萨德叔叔发布视频称，在双廊游玩时，因进店后没买手鼓，被手鼓店红衣女子辱骂穷鬼，没钱就别出来了。次日，官方发布通报，责令该店立即停业整顿30天。当事游客虽然十分认可官方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但还是希望收到本人道歉。但红衣姐曾一度消失。江西都市现场消息，10月4号晚上6点半左右，江西南昌市公安局直属一支队在南昌高新区一家酒店抓获了2名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疑人，查获笔记本电脑和一堆手机卡。经查，从9月初开始，男子张某、王某频繁使用社交软件联系境外上线，通过上线提供的 GOIP 设备为对方实施电信诈骗提供通信支撑，帮对方隐藏身份，逃避打击。警方发现，嫌疑人主要是冒充电商物流客服，或者声称能帮着消除校园贷记录等名义进行诈骗，而广州的孙女士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她在家的时候接到自称是校园信用贷的客服电话，说她有一个校园征信的问题没有解决，结果被骗11万余元。民警介绍，这2名犯罪嫌疑人年龄都很小，大的才96年出生，小的是00后，2人是朋友关系，都是南昌本地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也没有经济来源。通过对案件的串并，发现涉案金额有20余万元。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中国新闻网消息，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10月7日致函加拿大《环球邮报》，对该报涉孟晚舟事件的错误言论予以驳斥。《环球邮报》10月5日刊载题为“在孟晚舟被捕之前，中国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签署广泛的引渡条约”的文章，指责中国企图把引渡条约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误称中国对同加拿大达成引渡条约充满兴趣，却对加方根据加美引渡条约逮捕孟晚舟充满怨恨。使馆发言人指出，该文章罔顾事实，误导公众，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中国同其他国家商签引渡条约，有助于同相关国家开展司法执法工作，为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制度保障，这符合双方利益，而不是什么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中方强烈呼吁加方从事情本身是非曲直、公平正义出发，尽快做出释放孟晚舟女士的正确决断，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成都商报讯，近日一则海底捞就餐可插队的消息引发广大网友关注。在一网友公布的视频中，他在淄博万象汇海底捞就餐时，前面排了217桌，但在支付40元的费用后，前面等餐的桌数就从217桌变为了1桌，轻松省去了排位时间。截至目前，该视频播放量已破1000万，评论过数万。网友对这样花钱免排队的行为褒贬不一，有网友认为这样的行为侵犯了普通等餐数小时的顾客的权益，但也有网友认为一个付出时间，一个付出金钱，这也是一种公平。红星新闻记者以顾客的身份通过淘宝询问海底捞官方旗舰店客服，客服否认了有这样的插队服务，并表示网络上的插队视频、图片应该都是剪辑的。红星新闻记者也联系到上述发布插队视频的用户，他表示视频是假的，恶搞 P 图而已。但记者实测并不是恶搞，在淘宝上搜索海底捞免排队或插队即可插队。10月6号晚，红星新闻记者到达海底捞火锅成都群光广场店后，现场取号为小桌179号，工作人员告知大约需要等待3个小时。但在记者花费了40元购买插队服务后几分钟，客服人员表示已安排好小桌41号，等餐时间变成不到15分钟。对此，海底捞发表声明称，将采取必要法律手段打击此类行为，维护顾客以及海底捞的合法权益。辽沈晚报报道，在人们欢庆国庆中秋的同时，黑龙江北大荒恰逢秋收时节。近日，北大荒集团下属的尖山、鹤山农场全面开镰，大型农机设备列队收割，场面十分壮观。尖山农场农机科科长徐立龙表示，受台风天气影响，不少农作物出现倒伏。我们通过多种技术改装，为抢收倒伏玉米做好积极的机械准备。据悉，截止到10月1号，尖山农场已抢收倒伏玉米24000亩地。黑龙江农垦93管理局统计，2020年整个北大荒集团种植4300万亩粮食作物，将努力保障总产407亿斤以上。看到大型农机运作的航拍图，网友们也震惊了，没想到农机整齐划一的收割，可以看出阅兵的感觉。青山政务消息，10月6日，武汉市青山区副区长倪虹等7人分成2台车结伴外出旅行。倪虹所乘车辆共载3人，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境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3人身亡。区委区政府已组成工作专班，赶赴事发地，配合当地政府及遇难者家属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央视财经消息，英国最大、全球第2大连锁影院运营商电影世界本周一正式宣布，从10月8日开始暂停运营在英国和美国的影院。消息一出，公司股价应声暴跌60%。受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这家一度非常成功的全球第2大影院运营商，至今已负债82亿美元，约合556.76亿元人民币。今年股价跌幅更是超过82%，本次关闭将令其全球的4.5万名员工面临失业。对此，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给出了他的最新回应，针对全国的影院，政府拿出3000万英镑进行补贴，各地电影院应在疫情期间按照规定开放。我也鼓励人们出门看电影，享受观影的同时支持院线的生意。英国电影院在疫情期间受到诸如奈飞等流媒体服务的压力，消费者更愿意为抢先体验新电影在线付费观看，这令传统院线的生意雪上加霜。
北京日报消息，2020年10月7日晚18时许，四川隆昌市金鹅街道青年路160号洞坎人家农家乐一约90平方米的单层瓦房木质房梁断裂，屋顶局部垮塌，导致26名群众受伤。据医院初步诊断，均为轻微伤。事发后，内江市委市政府、隆昌市委市政府更级派出公安、应急管理、消防、卫健等相关部门前往现场开展处置工作，全力救治伤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证券时报消息，疫情之下，近年来巨资砸向英国的李嘉诚栽了。去年，李嘉诚斥资430亿港元，46亿英镑买下了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 Greene King。殊不知遇到了疫情封锁政策下，英国酒吧由3月起关闭逾3个月，李嘉诚亏损19亿。7月底好不容易恢复经营，不料如今英国疫情复发。据 BBC 报道，英国或启动第2轮疫情封锁，部分地区酒吧和餐馆关闭。而最新消息，李嘉诚决定止损，旗下英国酒吧 Greene King 宣布永久关闭25家门店，裁员800人。新闻方消息，近日，一套位于杭州余杭区桃花源小区的别墅被摆上阿里拍卖平台。这套别墅的评估价为1494万元，但是1元钱起拍，因为其背后的主人因涉及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等，被判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套别墅的具体位置为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桃花源云树村。桃花源地处杭州余杭凤凰山南路，园区内别墅动辄上千万的价格，也体现着这里的奢华。房子层高为2层，总建筑面积379.49平方米。据阿里拍卖信息显示，这套别墅的拍卖时间为2020年10月9日10时至10月10日10时，起拍价为1元。尽管起拍价仅1元，但是要参与竞拍需要缴纳298万元的保证金，且增价幅度为5万元。据钱江晚报，房子主人魏某某为河南永城人，来杭州发展后，用敲诈勒索等手段收取商会会费，并插手江干区4季青服装市场物流行业，对该市场物流经营者实施敲诈勒索，非法敛财共计204.1万元，造成多人不同程度伤害。如今，魏某某已锒铛入狱，其价值上千万的房产也被拍卖。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国庆长假进入后半程，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连续6天发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10月6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1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803列。铁路部门继续优化运输服务，加强安全保障，努力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好旅行体验。10月5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172.1万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其中，北京局、上海局、广州局集团公司分别发送旅客81.3万人次、241.8万人次、192.6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加强运输组织，努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